那我们做完了这个测试哈，来跟着做一遍之后，大家对于自己的情况可能有了那样的一点感觉。那么刘医生，如果说出现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情况哈，或者说我们再进一步讲，出现了哪些情况，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再拖，必须去看医生了呢？对，出现了哪些动作？我给你说一下啊，都见以下几种情况吧。第一个就是症状的这个持续它不缓解，就是一直在随着时间的，比方说我经过了或者休息了，或者是烤电了、按摩了，还是不缓解。这种头痛了、手麻了、头晕的症状，超过2周仍还没有什么改善，这种情况就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我持续时间可能不长，但是呢，我在逐步的在加重，麻木的这种范围了，会逐渐扩大，这个手的这个力量越来越小，走路的这种不稳感症状越来越明显，也是一个警惕的信号。以下有几种这种红色警报需要重视。就是我反复刚才强调了这种踩棉花感，行走不稳，就双手这个精细动作，比方我吃饭用筷子了，本来能夹这个菜的夹了不灵活了，或者是尤其是大小便出现问题了，出现解不出大便或者小便，或者是很困难，控制出现了这种不能控制大小便的这种情况的话，这是比较危险的。这种一旦出现这条信号，就不要再拖了，及时的就医。比如刚才我咱们演示了2遍那个霍夫曼症，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也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一些全身的一些症状，比方说我发烧了，或者体重无缘无故的就减轻了，也得警惕这个颈椎病。一般去医院通常他们都会做一些X 光啦、CT，核磁。X 光主要是看一些什么大体这个骨头的形状，CT主要是看刚才我提到的骨质增生，椎管狭窄。核磁是一个比较全方位的，看神经、脊髓啦、椎间盘啦这些软的东西受压比较明显，也是一个诊断这个颈椎病的一个最终的一个金标准吧。医生就会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就根据这些检查情况给出你一个诊断或者进一步的治疗方案。那我刚才在您阐述的过程当中呢，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年轻人经常会自嘲，哎呀妈呀，我拿一个东西没拿稳，我是不是手抖了？这个手抖跟咱们颈椎有直接的关系吗？还是来自于神经方面的？一般颈椎病主要是从一个控制力上、力量上来判断。手抖其实原因很多痉挛了，或者是一些内科疾病。颈椎病主要表现在就是无力就是反应迟钝、没劲儿。跟这个手抖可能还是有些区别的。手抖有可能，比方说有些老年人这个帕金森了，他长期就是抖的，还有一些脑血管疾病了有关系。主要强调颈椎病主要就是无力。控制力不行，这些症状来考虑。那您看刚才咱们也聊到了，明确了咱们危险的信号和就医的指针，我们更需要知道如何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保护颈椎，防患于未然。刘医生，伤颈椎的坏习惯排行榜能不能给我们罗列一下？前3名分别是什么呢？这个毫无疑问，现在普遍的这个就是看手机，这样，对，长时间的低头，角度如果超过50度、60度的时候，颈椎受到了压力相当于这个脖子上扛了20-30斤的这个，甚至40-50斤这个重物，颈椎这个小脖子承重不了多大的力量的。第2名就是姿势，坐姿姿势不断的这种久坐还有就是驼背就是脖子前伸的一些坐姿，就会让这个颈后部的这种肌肉持续的紧张，
影响这个脊柱的这个曲度，也会增加这个椎间盘的压力。第3名就是睡眠啊，睡眠姿势不良，或者是一些不正常的这个枕头不合适，过高，或者过低，或者趴着睡，也会影响这个脖子的这个曲度啊，或者长时间一个不正确的曲度，就会加重这个颈椎病的，这个颈椎病的出现，这个疾病的出现。那您看，您刚才聊到了说我们不正确的坐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除了低头，我翘二郎腿算吗？这个二郎腿跟这个关系不大，可能是吧？因为正常可能年轻人都喜欢这么翘着，我觉得这样能达到一个平衡。可能很少有人说我这么板板正正的坐着可能会让我觉得。但是翘二郎腿对另一个神经有影响。什么？就是腓总神经。对，就是容易卡压这个腓总神经，你就脚抬不起来了。这也是一种。其实翘二郎腿也不建议长久的翘，也是对神经的一个卡压。是。那您看，刚才针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3大威胁，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去反击呢？我可以给大家一套这个直接上手的保护护颈动作啊。就是第一就是对抗低头啊，物理抬头，就像那个小孩们那个坐姿这个支架一样，写作业的一个支架一样，把这个头抬起来，保持视线跟你这个或者看手机或者看电脑的视线水平，然后就是定时休息啊，就是不让久坐就要休息，有个20-20-20的一个法则，就是每近距离工作，我比方看手机或者是看电脑20分钟。或者低头，看他说20英寸其实就是就6米外的一个东西，至少20秒，设个闹钟可以提醒自己，然后呢，或者接电话就需要就起来，超过了这个分钟以后，这个20分钟或者20这个距离，你就站起来，不妨走一走，就是来回走一走，或者远视，或者是出门转一圈。第二就是纠正这个坐姿，就是记住这个口诀，就是一尺一寸一拳头，就眼睛距离这个屏幕1尺，大约就是33厘米吧，33公分。身体距离床边1拳，不要紧贴这个1拳的位置，手指尖离这个笔尖或者键盘1寸不要特别靠近。上用一个支撑，就是现在办公桌的后背要放一个腰垫、腰靠，对，到下半身自然就挺直了，脖子也就不容易有下肢只要有托付，脖子就不容易变曲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双脚踏实，就是双脚平面放在地上，刚才说了不要翘二郎腿。第3就优化一些睡姿其实最佳睡姿是侧卧，或者是仰卧，避免趴着卧、趴着睡啊。枕头的选择枕头不是叫枕头不是枕头而是枕这个脖子，就是颈部，要最好是完美的能贴合这个曲度，这样的话，你脖子不会太累。仰卧是枕头的高度它等于这个自己拳头竖起来的高度，支撑点应该在颈后，然后头颈保持这个中立位侧卧是枕头的高度应等于一侧肩膀的高度就是这肩膀的宽度，就这些，其实是肩膀的宽度保证这个颈椎跟胸椎在一条直线上，不要说一侧歪的这样，对，就在一条直线上这个床垫为啥说这个颈椎的脊柱的病适合这个硬板床，就是这个原理，不要太软了，要中等偏硬一些，它有足够的支撑力，对抗这个脊柱。对。那
您看啊，您刚才跟我们做了非常详尽且全面的分析，我给大家总结成3句生活口令：用手机咱举高点儿，坐椅子腰靠垫儿，睡觉时枕对颈。把这些细节呢融入咱们的生活，就是在给颈椎减负了。